会善罢甘休的，我们要早做准备。知道了吗？啊。哦。云舒，哎，云舒，云舒。你今日为何总躲着我？师兄，是你越界了。到底怎么了？我们不能这样。怎么样？不能亲吻、拥抱、哄睡，这些通通都不能。你到底把我当什么？师妹、盟友，还是别的什么？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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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府上的人都放了假，这样你穿女装就更方便些。昨天你不是问我把你当什么吗？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我不想和你当兄妹，不想和你当朋友，我想和你做夫妻，共白首。你是如何待我的？我不知道，太突然了。你知道的。我以为你对我好，只是源于同门的情谊。起初确实是，不过后来慢慢生出了其他的感情。我想保护你，守着你。我想你的眼里只有我。我也是。你渴不渴？先喝杯茶。好。你饿了吧？怎么这么乖？你是因为我才进的天牢，我当然要对你好一点。那这点好可不够？
那你还想要什么？我想听你叫夫君。夫君？没听到，再叫一声。其实，我看见你放在锦盒里的婚书了。先别打开。愿结发为伴，白首不悔。你不是一直想跟我确认关系吗？签下名字，再彼此交换，我就是你的夫君了。江涌海枯石烂，只愿侣儿仙盟。云舒，松浣北，叩首拜上。知道这样有些太仓促了，等墨家的案子查完，我一定补一个完整的仪式给你。纳吉、请期、纳采、问名，都给你补上。怎么了？是我太心急吓到你了？不是，是我终有家了。一生千回百转，沿路找寻怕惘然。只若为平生相思不愿，等着你成全。江远河绵绵，去日晚渐渐，航线缠绕于心。你该妥了，不吃了。各自一叹，绕过远山，相逢拂去青丝雪。太亮了，只剩红颜。行了，昨晚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是问你，昨晚睡得好不好？哦，我睡得挺好的。不逗他了，来，夫君帮你梳头。
早就不疼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出事之后，众人都唯恐避之不及，只有云贵妃一直在陛下殿前为你磕头求情。我与他一生一场，他总得做做样子，免得在外人面前露个刻薄的名声。还是那么嘴硬。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今天是我们的好日子。好日子？恭喜阁主新婚大喜！将军，皇上下密旨把你赐婚给他。赐婚？恭喜阁主新婚大喜！将军，皇上下密旨把你赐婚给他。赐婚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未过门的娘子了。阁主，虽说是新婚，不过你刚从天牢出来，也不要纵欲过度啊。累了吧？有人。怕什么？我们是真夫妻。说什么呢？他们想看就让他们看呗。累坏了吧？我给你准备了一些注释。来。啊？你也吃啊？我得赶紧抓紧时间了，还得回去练剑呢。都快酉时了，该休息了。我现在是一介布衣，得想个法子另谋出路呀，不然总不能守着这偌大的将军府坐吃山空吧？我堂堂千机阁阁主，养不了你。孟娘可说了，男人靠不住。男人是靠不住，可师兄是家人。师兄的肩膀永远可以给你依靠。有的时候，我也想成为你的依靠。将军，云贵妃差人送了东西过来。什么东西啊？送过去，就说我不要。云贵妃说，别的东西你可以不要，但有一样您务必要收下。咱们一起放孔明灯吧。传说把愿望写在上面就会灵验。你的誓言我懂藏，一壶银两饮不尽过往，至于落魄万思量，苦烦望春江
花月夜断肠，不落离殇模样，我恋恋不忘。那拱桥弯弯思念透我窗，这家乡有山越过海洋花。牛郎织女两位老前辈，求你们保佑我和旁边这个人永远在一起吧。怎么了？两位老前辈，看清楚他的脸了吗？就是这个人，别搞错了。友谊在惆怅，离不在远方。给。先别打开。神神秘秘的，这是什么呀？天色还早，要不去灯花会转转看看？好，走。别动！这是陛下上次给将军府摇旗，说是死马当做活马医。哦，你就你都不难过吗？得了赏赐为什么难过？因为将军是顶天立地的男人，这种赏赐多伤自尊呢。我跟了将军这么多年，我都不知道将军的挚爱，那年西征，都怪我没跟在将军身边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孟娘那封奏折是诓人的呀？怎么可能？那可是欺君啊！将军要是欺君了，会被五马分尸的呀！这个笨蛋到现在还看不出来将军是个女的。率兵出征，不慎坠马，他真是为了手里这点兵权，一点脸面都不要啊！陛下心疼公主，已经收回成命，还对云舒好一通安抚。父王本来对这桩婚事就是许与不许之间，他能派人递折子进宫，难道本王不行？殿下，还有一事，云府新来了一个孟娘，听说是废太子沈墨身边一个亲兵的未亡人。沈墨，真是阴魂不散。给我盯紧了。是。谁在咒我？我看呀，是有人在想你吧。孟娘，你就别取笑我了。你说你这郎有情妾有意的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我们的身上都背负了太多。我曾经也有过爱慕之人，他是阁主还在做太子的时候的亲兵。我曾经有机会嫁给他，可当时我在想，我想等到他辞去亲兵职位，变成一个普通人的时候再与他完婚。可是这一等，就是一辈子。他死在了那场大火里。这茶叶泡在水中，不过就是浮沉两种姿态。喝茶的人也不过就是拿起放下两种状态。那既然你放不下，为什么要给自己留遗憾呢？皇上已经收回了赐婚的旨意，太子在短时间之内应该也不会有所行动。手给我。
今天晚上就是七夕了，别浪费大好时光。月照西楼，初相见。沈安带兵把整个府都围上了。太子殿下，这是何意啊？云舒一介女流，多年来假扮男子，诓骗陛下，图谋兵权。我是奉陛下的旨意来压你。这是贵妃娘娘的意思吧？你犯的可是欺君之罪啊！贵妃也救不了你。我对她心软，她却要把我赶尽杀绝。兄妹一场，你若是肯交出兵权，我能留你个全尸，如何？太子只带这几个人，是小瞧我了吗？表妹啊，我这弓弩可比你的箭快多了，试试。慢！太子殿下，先别着急抓人，宋某还有一桩交易要和你谈一下。哦，殿下想要兵权，是因为近几日几位王爷蠢蠢欲动，威胁到了殿下的太子之位。千机阁的情报网遍布天下，只要有人的地方，我就有情报。只要殿下放了云舒，千机阁任凭殿下差遣。宋焕北，你不像是感情用事的人呐。殿下也是性情中人，若是有人对云贵妃不轨，这笔生意对殿下来说绝对划算。哎，敢不敢给我解开，跟我打一架啊？你闭嘴！将军，他呢？阁主还在拖延时间，我们先走。这么好的买卖，我怎么感觉其中有诈呢？殿下，殿下，云舒被千机阁的人给救走了。宋焕北，好一出调虎离山呢！加派人手给我追，把他给我关起来，即刻下天牢。是。
喂，开饭了。抓紧时间，我去外面望风。多谢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救你出去。我宋焕美就算要出去，也要堂堂正正的出去。你不知道，这天牢里折磨人的法子很多，你不一定能活着出去。沈兰刚被你摆了一道，更加不可能放过你。我担心你在这里面会……放心吧，没事的。我就是担心你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你相信我吗？嗯。那就听我的。你已经有计策了。你先出去，帮我办件事情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几天是不是没有好好睡觉啊？眼下乌黑的，回去好好睡觉，好好吃饭，知道了吗？去吧。求陛下开恩，饶恕云舒吧！求陛下开恩。开始是在陛下寝殿磕头请安，后来陛下烦了，就让娘娘回去，然后他就在自己的殿里对着陛下的方向磕头，怎么劝都不听。饶恕云舒吧，求陛下开恩，饶恕云舒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，你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，你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，下来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你放肆！我是你母妃。别再跟我提母妃这两个字！我这么多年对你的心思，你不清楚吗？回来后宫，其罪当诛。沈兰，你不要命了？好啊，让天下人看看我是怎么混乱后宫的，这样我就能跟你死在一起。你怕了？你怎么会怕呢？你不是一直利用我的感情来守护云舒的吗？我对你是母子之情，绝无任何非分之想。父皇许久未曾招幸你，深宫寂寞，儿臣不信母妃没有肖想过我。你疯了！我是疯了，不疯了我怎么会惦记你这么多年？像个傀儡一样任你摆布，为云舒劳心劳力。所以你就恨上云舒了？我不恨他，
我还很感谢他。若不是他，你连看都不会看我一眼。不过，他最近确实挺碍手碍脚的。兰儿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放过云舒好不好？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牵挂了，求求你，兰儿，兰儿，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，真的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地臣服于我。不要，山兰，山兰！找太医瞧瞧他额头上的伤口。将军这身段儿，还真是个女人啊！哎，傻小子，就你这眼神儿，大家早就看出来了，就你看不出来。怎么，我是女子，让你很失望？啊，没有，反而更佩服将军了。将军真乃女中豪杰，巾帼英豪。少拍马屁，继续填。将军，这能行吗？就贴这几张纸，说阁主是被太子报复下的天牢，这就能救人了？事实是怎样并不重要，皇上最在意民间舆情，只要我们把事情搅得满城风雨，人心惶惶，他就不得不在意民心向背。我们安插在朝堂上的暗桩也传来消息，说皇帝下了口谕，要亲自提升阁主。仅仅只是这些还不够。他们才是重头戏。哎，你帮我看看这写的是什么呀？哎，不用看了，肯定啊是说太子殿下小肚鸡肠残害宋焕北的事。这几天呢，城里飘的都是这个。嘘，听说最近几天啊，很多人在背后议论太子已经被抓了，就走着走着，从天下突然掉下来一个麻袋，那就是对拳打脚踢呀！你我饶命啊！别打了，饶命啊！放了我吧，大还敢在背后议论太子殿下，知道该当何罪吗？你们是太子殿下的人？那个，请大侠恕罪，草民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殿下，您看，杀了陈塘。太子饶命！太子饶命！太子饶命！太子饶命啊！殿下，也不是什么大错，我看打一顿就行了吧，杀了还得料理尸体。那就滚吧。听没听着？殿下让你们滚呢！谢殿下，谢殿下，谢殿下。这沈兰打死也想不到，他的名声就这么给毁了。 87个了。天快亮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宫外的多起伤人案，现在都算在您的头上。现在外面民怨鼎沸，就连陛下都知晓了此事，要您放了苏焕北。殿下，需要我去澄清这些传闻吗？父皇从来不在意什么真相，他只是想要个听话的乖儿子。传令天牢，即刻释放宋焕北。只怕他不肯出狱。难道还要我求他出来不成？
宋阁主好手段，才见父皇一面就能扭转乾坤了。全仰仗陛下的圣明和殿下的仁慈。何时对你仁慈啊？要不是当时殿下没有一刀刺死我，我纵使有通天的手段，也没有办法施展。你可以出狱了。腿麻了，扶一下，垫一下。哎呀，等着，迟早要把你抽筋剥皮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云舒隐瞒女子身份，掌兵权，论国事，欺君罔上，其罪当诛。但念其征战10年，汗马之劳，故免云舒死罪，罢黜将军之职，令其潜心思过，勿负圣恩。人已散，梦已断，竟为你不以为然。我陪一块消灾解难。今夜思归雁，一生千魂百转，沿路找寻盼惘然。你先进去洗澡。熬了这么多天，人都瘦了。等着，我去给你煮碗面。他今天怎么了？云贵妃为和将军新婚，特意送来贺礼。我早已不是将军了，拿回去吧。贵妃早就猜到将军会这么说，娘娘说，请您务必收下香囊。她说，她不希望您因为恨他而伤害自己。我已经不需要他了。师兄，我疼。听话，把这个烫掉，你就平安的生活了。听话，乖，云舒。其实这次你能被赦免啊，是因为云贵妃在陛下面前跪了几天几夜。云贵妃不让他们告诉你，明日你去看看他们。
小姨，不可能是舒儿。小姨，舒儿，真的是你。不可能是舒儿。小姨，舒儿，真的是你。小姨，你头怎么……我没事。你还好吗？宋焕北，他待你好不好？师兄，他待我极好。沈兰，他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，我毕竟是他母妃，他不敢拿我怎么样。小姨，你为我在大殿求情。我，傻孩子，一家人不说那么见外的话。姐姐当年的死是因为我，这点你确实没有冤枉。当年我得知张公公与王奎来围捕墨家的时候，我便私下偷偷见了他们一面。墨家其他人不用管，只要把云音和云舒给我救出来，我保你们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娘娘，这云音跟云舒都在咱们的通缉名单上，这差2个人，这我们回来没办法交差呀。这个我替你们考虑过了，先把他们带到谷口，我会在那里接应，然后放火烧山，毁尸灭迹，自然不会有人怀疑到你们头上。这些城中的房契只是定金，事成之后另有重谢。可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他们收了钱，却不办事。我在谷口左等右等，都没有等到你和姐姐，我便带兵闯了进去。舒儿，后面的事，你便都知道了。我有罪，如果不是我自作聪明，姐姐也许就不会死。小姨，别太苛责自己。墨家当年遭人陷害，是个必死局，换谁来都救不出母亲。什么？你要学做姑娘？嗯。你不本来就是个姑娘？你看我像吗？师兄平常跟我在一块儿，跟俩断袖似的。他真这么说啊？没有，是我自己这么说的。是不太像。你只需要教我基本的行走坐卧就可以了。成个亲，还真能让人把性子改了。那你走2步我看看。哦。哪有女孩像你这么走路的？起开，我跟你走。我。
点着花瓶，走两步。啊，走。这个要是再摔了，今天晚上你就没有饭吃。父皇虽然放了宋汉北，但最近有意放权让我监国。这会儿，圣旨已经在路上了。殿下还是小心为上。卑职觉得，陛下这出有些反常。江山迟早都是我的，宋焕北，你也配跟我斗？哼！哎，你给我起来！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快点！不亮了，不亮了，这比行军打仗还累。要不我还是学做饭吧。我在军营里面做过。你会做饭？对对对，我们将军做饭可好吃了，那全军上下吃了就没有不夸的。那行吧，但是你要是做的不好吃，还得回来锅里。最后一道菜来啦！辛苦了，瞧你累的满头都是汗。我问一下，这个菜是西红柿鸡蛋汤啊，你没喝过？谁家西红柿鸡蛋汤有壳啊？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他真没喝过。孟娘，你先喝，来。快喝！好喝，我从来都没喝过这么好喝的汤，真的，这样都给你。好。来，这是你的，这是你的，吃。将军好不容易下次厨，都给我好好吃了。是阁主。这真的太好吃了，真的？我也尝尝。将军，你这厨艺进步神速啊！这菜简直就是天上有地上无啊！来，阁主你也尝尝。好。怎么样？将军不怎么下厨，能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来，大家都吃，大家都吃，别客气啊！来，千言，多吃点，你吃。来，刘素，你看你都瘦了，这块肉应该你吃。你照顾将军辛苦了，没有，来，你吃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道菜没端上来，等等我。菜来了。
吃了吧？待会儿那个菜，我可不吃。不是。云叔，他们是早上吃坏肚子了。将军，我们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我知道。还生气呢？没有。还说没有，嘴撅得都能挂葫芦了。哎，我今天听梦娘说，你练了一天的走路啊。我想学着做一个姑娘。可你就是一个姑娘。我是说大家都认可的那种。从前我做将军是为了小姨，现在我想为了你做一个姑娘。不用为我做什么，做你自己就好。做我自己。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我想做的事情。小醉猫。小醉猫。今日劫天牢九师兄，危险重重。万一我不幸身死，身后事做如下安排。这是什么？拿过来。劫天牢这么危险，你为什么还去？我用我的命来换你的，有什么不对？当然不对。
你自己好好想想，究竟哪里不对？啊，他气到一夜未归，我该怎么去哄他？这哪有女人哄男人的？男人就是这样，你晾他2天就好了。不过这话说回来，他生气也是因为在乎你。那既然是因为在乎我，我更应该去哄他呀。那你打算怎么哄啊？师兄，我错了，理理我呗。哼，知道自己错哪了吗？我知道，我不该写遗书。以后要怎么改正？以后我再也不会让师兄担心了。就这样干巴巴的道歉吗？绚烂如烟会亮着夕阳，你的示意我懂藏。不生我气了吧？我更生气了。我生的不是你的气，我生的是我自己的气。让你用这个方式哄我，我更生气。我气我自己没有早点找到你，因为你小的时候缺乏关心，所以你会觉得你自己的命不值钱。我为你进了天牢，你就要跟我祸命相报吗？这样有什么不对吗？我希望你跟我在一起，变得更好，更开心。那你昨晚气到不回家？昨晚我去见沈兰了。我可以帮殿下拿到云家军的护符，不过还请殿下给云舒一个重掌兵权的机会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能从父皇手里抢夺兵权？殿下不信我没关系，只需静静等候，宋某会让殿下如愿的。陛下好不容易才收回兵权，你能怎么让他如愿？鱼儿我已经放下了，就等他咬钩了。好啦，夜深了，师妹要是再不去睡的话，师哥就要惩罚你了。不说算了。夜深了，早点回去睡吧。还有心情下棋呢？怎么了？你先好好想想，一会儿怎么跟将军交代吧。我劝你啊，你别想着糊弄，我们将军审犯人可厉害着呢。将军，
昨晚是不是没有休息好？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我最恨有人瞒着我。昨晚是不是没休息好？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我最恨有人瞒着我。谁啊？我？怎么会呢？还想骗我？我都已经知道了。你说老苏那幅春宫图啊？老苏那幅春宫图，我觉得也是个遗物嘛。不是这件。萌萌，我不是不让萌萌做压床童子，是我觉得眼下形势未定。也不是这件。那不说是吧？算了。云家军出事了，你怎么不说呀？云家军，师妹，师妹，让开！师妹，你要干嘛？云家军在雍州腹背受敌，我要去救他们，你让开！雍州远在千里，你一介庶民单枪匹马去了能干嘛？宋焕北，我只问你，你到底是要拦我还是要帮我？云舒，休息是假的。我也是假的，嘘，快想一会儿。让开！雍州布防图，阁主可真是好手段。阁主说，这是他效力于殿下的诚意。有心了。云舒怎么样？云舒心切想救人，被宋焕北拦在府中。看来云家军受困消息属实了。那这个人情，我们就必须得做。千言在，守好门口，不许任何人进来。是。哎，将军说了，谁都不许进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你总要听我解释的吧？好啊，那我倒要听听看你怎么解释。哎，别进去！怎么了？听我的，你现在进去就是往枪口上撞。演的我都要信了。沈兰在我府上安了不少眼线，以前无所谓，现在可得小心一些了。放心吧，我让孟娘去查了，过不了多久就能理出名单。还在研究这本书，这么喜欢？喜欢。那我教你啊。真的？真的。叫我一声夫君，我就教你。我错了。开门好吗？云家军在雍州孤军受困已有数日，若是再无援军相助，恐怕会全军覆没。你不担心吗？你一定很担心。你放心，我会带着亲兵前去，拼了命也会救下云家军的。只是这一去千里，不知能否再见。你当真不看看我吗？你还记得这儿吗？
当初就是在这儿，我以为我自己快要病死了，是你打开了门，没想到一转眼就已经10年过去了。宫中日子难熬，是你我相扶走过来的。你真的不愿意再见见我吗？罢了，你不想便不见吧。我给你带了一些安神的药，放在门外，记得按时吃。若是可以，你也为我求一求平安好吗？主子，真的要去吗？万一是陷阱怎么办？富贵险中求，我想要得到云家人的上下人心，那就得用命去换。那您带着我吧，我跟您一起。月儿，是，主子放心，我会好好盯着京都的。好。周统帅的信。他说军中有不少伤员，等他安顿好再来见我。对不住，我没能护住将士们的周全。沈兰敏锐，如果军中没有人流血受伤，他一定会起疑心，那我们这局就白做了。对了，他怎么样了？受了些皮肉伤。为了挣得这份功名，他也算是豁出性命了。安心了。将军，是我。进来。将军，府中的眼线都已经查清楚了，怎么处理？现在还不是动他们的时候，盯着他们手里放出去的消息就行。是。不聊这些了，额娘，你去厨房里备几个开胃小菜。你这几日啊，茶不思饭不想的，要好好吃饭了。我今天得跟默娘出去一趟，就不在家里吃了。走吧。你一定为我送念了，对不对？你平安就好。我就知道，你就是对我嘴狠。当刀从眼前划过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你不要再说了。我在想，当初为什么没有抱抱你？住口！我还在想，若是有命回来，我一定好好抱抱你。你看，沈兰，你到底想要干嘛？我想和你做一回堂堂正正的夫妻。我求求你了，收手吧，好吗？刘素。阁主，这是什么呀？将军的信。这么多，将军最近忙什么呢？将军不让说。这看名字应该都是云家军的。云家军跟将军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，他惯你也是应该的。可是，
这一连好几日都不见他来吃饭了。伤员有这么多吗？何况有伤员就应该去探看，怎么反倒书信往来？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不欢迎？没有，我就是身体不舒服，想早点休息了。你不喜欢别人瞒着你，但是你却要瞒我，没道理吧？没有，我过2天。